粉老对于萧炎这敏锐的感知力也是感到十分的惊喜。呵呵，小家伙，看来你也知晓了。而就在大家都以为元尊就这样被这恶魔的必杀技所抹杀的时候，无量神渊的边缘天际上突然有着一道光影悄然的遁出，金光无尽的释放出来，试图的将周围的一切魔气都给净化开去。这股力量竟是气运之力，你竟然拿没死！万丈魔影的声音显然是带着一丝震惊，这家伙明明中了自己的必杀技，为何没有陨落？不过就在这恶魔吃惊之时，一道熟悉的默然之声便是从天而降。恶魔，你以为那么容易抹杀我们？随着元尊的声音响起，一道水晶般的光芒从天而降，玄奥强大的气息贯穿天地，一道古朴的水晶巨掌垂落下来，直接是在顷刻间就洞穿了虚空，对准那万丈魔影的巨大身躯，直接在魂那骇然的眼神中，那道水晶巨掌轰击在了其上，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彻底的爆发，玄奥神圣的光芒撕裂空间，那所散发出来的磅礴的气息便是以惊人的力量爆发出来，根本不待万丈魔影有什么反应，那股力量的强悍程度已经远超在场所有神之强者。在那水晶的光芒之中，那万丈魔影竟是发出哀嚎之声，并且是非常的痛苦与惨烈。下一刻，随着水晶光芒的消散，那处空间早已经崩溃成了虚无，并且刚刚那魔威四射的万丈魔影竟是直接被一掌拍碎，大地之手的形态再一次出现在众神之的面前。但是现在的大地之手上面竟是有着不同的伤势程度，在这些伤口上有着黑色的诡异液体缓缓地流了出来。不过那魂的神魂此刻也是被其摧毁了大半，只有留下上半身躯，这让的他刚刚所有的自信心都被骇然所代替。在见到了大地之手都受伤的那一刻后，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都是惊呆在了原地。刚刚那位神界大传奇被正面击中后，竟然一点事情都没有，反而被对方所爆发出来的恐怖玄奥攻势给镇压了下来，甚至付出了一丝代价。老爹没事，他还赢了。雨涵激动地带着笑容，早知道老爹没事，刚刚就不用那么担心了。可以看出他那美丽的容颜上还有着泪水划过后的痕迹，可想而知他对自己的这位父女之情是有多么的浓烈。包括小龙也是一样，虽然作为一个男人不轻易流泪，可是关乎自己这位亲爹的生死面前，依旧是忍不住不难受不伤心啊。夭夭以及吞吞看见元尊安然无恙时，也是将悬着的心给放了下来。刚刚那一瞬间，他们都以为周元在那暗黑万魔指下陨落了，看来他们在这节骨眼上却是忘记了，周元乃是这数万年来从序列神突破到主神的神界第一人啊，更是从神藏中获得的大道机缘，仅仅花费了1000年的时间，就领悟了气运大道的玄奥，从而突破天位桎梏，迈入了大咒最高境界主神。当然呐，从来没有谁能够在这短短的1000年时间里，从天位神突破到如今的大道主神领域。要知道，这其中的境界提升不仅需要非常丰富的神怨之气和资源，更需要对气运大道的领悟，不然的话，就算周元的天赋再恐怖，也无法完成迈入这主神的神境领域中。所以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巅峰天位神会止步于原地很久很久，甚至是他自己一生的修为根本就无法去突破更高的神境，原因就是想要突破天位桎梏，就必须领悟自己所修为的大道。而在这大咒之中，有着万千大道，不同的大道本身也是有着不同的强大力量，而气运大道乃是万千大道中名列前茅的存在，一旦掌握，就能够洞悉诸天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有了气运大道，那么不管哪方面都会高于万物一切。所谓气运，就是运气和运势，一般只有运气强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形成一种运势。如果领悟了气运大道之人，那么他就能够将大咒中的气运加持自身所运用，使得自己的运势和力量达到一个极其恐怖的层次上面，从而在同境界之中变得无敌的存在。这就是应验了元尊是目前最强的大道主神。如果哪个修炼者拥有气运之力的话，那么就能给快速的提升修炼的速度，自己的运气和运势也都会发生一些改变。萧炎也在遥远的区域上松了一口气，如果刚刚元尊都落败的话，那么今日这里的所有神指都会死，甚至无量神界都会遭受严重的灾难。粉老，你怎么知道元尊还留了这么一手的？萧炎心想着，就连拥有大道主神实力的明九王都没看出来元尊刚刚的手段，为何粉老却是看出来了？要知道粉老的全部实力也就半道神，所以能够在这样的境界中清楚的知道元尊的这般手段，一般寻常人真的无法了解。这让的萧炎对粉老的身份更加的有了几分猜疑。如果他真的只是焚诀功法所诞生的焚诀之灵，怎么可能会知晓那么多事情？甚至之前所施展的绝世神技，那绝世之威更是无人能够抵挡的存在。难道一位功法中所诞生的灵物也修习神技不成？这断然是不可能得。不过想要应验萧炎此时心中的猜疑，还需要更多的信息证明才行，不然一切都是浮云。我能够知晓元尊的这般手段，只能证明一件事情。说到这里，粉老也是欲言又止，显然不打算把一些东西过早的说出来，然后微微一笑，接着道：小家伙，我的秘密你现在还是不要去过多的窥探，毕竟对你目前来说没有一点好处哦。而且目前你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快速的提升实力，你已经在3重天位神有一段时间了，这次的无量深渊中有着可求不可遇的2样能够让你提升实力的机会，
此话一出，萧炎体内的热血再一次的沸腾起来，对于力量的渴望也是越来越强烈了。见识过这恶魔的实力后，萧炎如今这3重天位神的力量实在是太过渺小，连什么忙都帮不上。他现在目前最要紧的事情就是提升实力，超越天位神之上，迈向那大宙最高的神境领域主神。但是想要提升实力，那么前提就需要更丰富的神之资源和一些机缘。如今进入无量神渊中，并没有发现其他能够提升实力的资源，而之前那灭世神火也是失去了踪影。不过萧炎有一种感觉，仿佛那灭世神火依旧在无量神渊之中，只是在哪里就不得而知了。远处的虚空中，水晶光芒渐渐的消散，那无比挺拔身躯的一道身影悬浮其上，那表情丝毫看不出什么。哎呀，该死的元尊，你竟然还留着这样一个大手段啊！真是小看你了。满是伤痕的大地之手发出哀嚎之声，魂的脸上已经变得无比的狰狞之色，恶狠狠地看着将自己击伤的元尊。此时就连明九王都是一脸骇然，因为他与元尊的实力境界相当，如果换成是他对抗这恶魔的刚刚那一臂杀技，怕是不死也得付出一些惨痛的代价。可现在在元尊的手里，这恶魔竟是直接惨败，刚刚那股大道神力竟是如此的特别强大，这就是气运大道的威力。果然精彩，这后辈所施展出来的实力与天赋实在恐怖，就连老夫都得羡慕几分啊！这样的天赋，就算比起明月那丫头都相差无几了。神界的大传奇当真是无可限量，说不定日后他还有着踏上传说中那无上之路的资格。明九王对元尊也是有着极高的期待，从刚刚他所施展出来的手段之后，他就已经明白，虽然他的实力在大道主神，可那样的实力可不是寻常的大道主神能够施展出来的。旋即明九王一个闪现，便是出现在了元尊的身旁，然后一笑道：真是够强大的，就连我都佩服啊！哈哈哈。元尊也是一脸微笑道：本来我也本不想施展这手段的，既然这恶魔以为自己够强，那么就让他尝一尝比他更强力的，倒是让他认清楚一只手臂是不可能掀翻天的。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在大家听来，这简直是震撼人心的一句话。特别是那恶魔如今的伤势已经是让他的实力有所减弱，但也不能大意，谁知道这恶魔还有没有其他的恐怖手段。不过既然现在他已经重伤，那么就再一次的将其封印神法大阵中，因为只有元尊知道，想要抹杀着恶魔怕是很难。刚刚那手段换作是其他对手的话，早已经陨落当场，连神体神魂都会彻底的消散于天地间。但这恶魔仅仅只是受到了伤势而已，就证明这恶魔极其的不简单。如今最好的办法，那就是将它重新封印，不然日后等伤势实力恢复，那么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恶魔了。元尊也不再浪费一点时间，如果让其多一点时间，怕会迟则生变。然后对着一旁的明九王道：明九兄，我们一起将这恶魔重新封印了。好。明九王也正有此意，只要他们2位主神联手，将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重新恢复那个大阵之眼，就能够再一次的将这恶魔彻底的封印于此。二人开始催动自身的大道神力，金色光芒自元尊的体内再一次的爆发出来，然后在身后凝聚出一条盘旋的金色巨龙，其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更是无比的玄奥，那就是气运大道。然后对着下方的大地之后急速的咆哮而去，龙吟之声响彻整个天地间，竟是引得这一方的世界都因此感到颤抖。这样的力量可不是天位神能够做到的，唯有主神方才能够做到这样可怕如斯的程度。大地之手还想要反抗，身上的黑色魔气再次散发出来，也凝聚出一道魔龙。可是在那金色巨龙的咆哮下，直接洞穿了虚空，张开巨嘴直接一口吞下，一道道响彻天地的龙吟咆哮声不断的传出，还有着无比玄奥特别的气运之力，将那黑色魔龙给直接震碎开去。魔气在接触气运大道神力的那一刻，也同样的没有任何抵抗之力，最终全部被瓦解。金色巨龙横冲而下，直接将巨大的大地之手给盘旋在了一起，紧紧将其捆在其中。任何大地之手一脸狰狞表情浮现，也是无法破开元尊的这一道强大力量的束缚。见到元尊成功的将大地之手困住，一旁的明九王也开始了他的招式，紫金色的特殊力量在其周身环绕，散发出特殊气息，最后对着大地之手的空间双手一拍，紫金色的特殊力量直接无限的被放大，将大地之手彻彻底底的笼罩在了其中。唯有听见那大地之手撕裂不满的咆哮之声传出，并且里面还有着黑色的闪电若隐若现，就仿佛那大地之手还在进行最后的抵抗。可是已经被元尊重伤的大地之手，就算实力再强大又如何？一只手臂的力量注定不可能破开元尊的枷锁，再加上明九王的力量，两者主神之力，这恶魔更是不可能有逃跑的机会。那处空间光芒四射，任何神指强者要是稍稍靠近那里，就会被那里的光芒所瞬间击杀，无比的恐怖。就在元尊和明九王联手封印大地之手的时候，不远处的虚空上，灭神府的几位权魔竟是没有一点骇然之情，反而表情更是无比的平淡，没有任何的波澜。这样的一幕，远处的萧炎看来实属有些诡异。按照常理说，大地之手被重新封印，他们应该会不顾一切的去阻止才对，为何现在他们没有任何一位权魔出手阻止呢？奇怪，
太奇怪了。萧炎喃喃自语的道，不过也是被小龙、雨涵他们听到了。萧炎弟弟怎么了？什么太奇怪了？雨涵此时看向萧炎说道，你们难道没有发现那些拳魔太过异常了吗？萧炎也是将自己所想的告知了对方，他们的目光也是投射在那几位拳魔的脸上，他们个个表情异常的平静，这让得他们心里的确有种诧异之感。确实，他们的表现太异常了。虽然想不明白那些拳魔为何突然就不阻止了，但是如今在他们看来，重新封印大地之手是最好的办法，不然让大地之手逃脱的话，怕是会对整个无量神界都处于危机的局面。就在萧炎等人还在思索灭神府的那些拳魔无动于衷的时候，元尊和明九王那边竟是发生了异常。怎么无法重新进行封印了？元尊疑惑起来，原本重新封印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可现在怎么又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明九王那双冷厉的目光在四周扫一扫，大地之手已然被他们二人的力量给困住，根本就不可能会有什么手段施展。如果不是手段施展的话，那这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从他们二人在无量神渊边缘重新进行封印大地之手时，不管他们怎么施展大道神力，竟然都无法重新将其封印其中。而且这里的封印大阵极其的庞大，甚至已经将整个无量神界都封印在了这个封印大阵中。如此庞大匪夷所思的封印神法大阵，就算是他们这些大道主神都无法做到，会有造化之上的主神才能够办到。所以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才会如此庞大无比，将整个无量神界都封印其中。就在元尊他们疑惑无法重新封印时，萧炎脑海中闪过一道想法，然后便是对着远处说道，元尊前辈，明九王前辈，此前这里有一个神火作为封印神法大阵之眼，如今无法重新启动这个封印大阵，是不是与那大阵之眼有关？大阵之眼，原来如此，看来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一座如此庞大的封印神法大阵失去了大阵之眼，根本就无法将这个大阵之力发挥出来。元尊也是点点头的说道，如果老夫没有记错的话，那个时候封印大地之手在这里，作为大阵之眼的应该是一道神火，灭世吧。说话的是一旁的明九王，仿佛他对天古浩劫那个时候的事情都是了解的清清楚楚。萧炎对明九王的势力也感到了一丝兴趣和好奇，能够知晓天古浩劫的那些事情基本上已经陨落，而眼前的这位明九王竟然知道的那么清楚，恐怕他也许就是天古纪元之人。想到这里，明九王的身份怕是极其的不简单，因为萧炎之前在万兽神界在一位圣龙族的先祖口中得知，他也是陨落在了一场浩劫之中。至于那时为什么会掀起这样的浩劫，他却无法说出口，也不是无法说出口，而是参与那一场天古浩劫的所有神指强者，在陨落之后皆是被一道无形的强大能量所封印了一些记忆。至于为什么会有着这样的封印能量，萧炎自然是不知晓的。至于眼前这位明九王不受那个强大无形能量封印的影响，等封印好大地之手后，萧炎可以在他的口中得知一些天古浩劫的信息出来，也想知道一下明九王的真正身份。神火吗？让我来探一探这道神火现在在何处。元尊双眼一眯，然后一股极其强大的神魂力量直接破体而出，一瞬间就将无量神渊所有区域给笼罩在了其中，仿佛神魂力量的所在处，任何细微的东西都无法逃脱一般。随着元尊的神魂力量释放出来后，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都是感到无比的震撼。这就是一位主神的神魂力量吗？简直强得太可怕了！就连萧炎如今的神魂，在感受到元尊这等庞大无尽的神魂力量后，都是有着小巫见大巫的感觉，心中暗自道：元尊前辈的神魂究竟达到了什么层次上？就在众神只在震惊之时，元尊已经通过他那神魂力量，已经探测到神火的位置，旋即就收回了自己的神魂。然后他的那双深邃瞳孔便是看向了下方那无尽暗黑的世界之中，在那深处有着一道滚烫如太阳般的炙热，想必那个就是所谓的灭世神火了。只不过在元尊的神魂试探下，现在的灭世已经不是之前那般有灵智了，而是形成了神火本源。一朵火莲，紫色的火莲在那里缓缓地旋转着，看似只是一朵火莲在那深处，不过可以感觉得到那火莲之中的火神本源极其的恐怖。要不是元尊的实力迈入了主神层次，恐怕不会那么轻易的锁定到灭世神火本源的隐藏位置。找到了！元尊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传出，令得在场的所有神指强者都感到震撼。没想到仅仅片刻功夫，就让元尊找到了那隐藏在暗黑深处的那道火神本源。旋即，元尊便是催动自己的力量，对着暗黑深处的位置弥漫而去。虽然已经失去了灵智的灭世神火本源，可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向他笼罩过来时，居然还想要再次隐藏起来。可是，在一位主神的感知里，他怎么可能会逃脱掉？也就是在灭世神火本源要逃离隐匿的瞬间，那股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将其阻挡了去路，使得灭世神火的本源撞击在了那股力量上，发出一道清脆的碰撞之声，当即有着滚滚涟漪波动传开。灭世，你就再一次成为封印神法大阵的大阵之眼吧，不然这恶魔恢复过来，整个无量神界都将会彻底的毁灭了。说完，元尊也不再说什么，直接动用自己最强大的主神之力，对着灭世神火本源就是一顿输入。本以为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明九王的目光则是非常的诧异起来，因为他看到
元尊准备重新设立灭世神火为大阵之眼时，那灭世神火本源竟然毫无反应。怎么回事？那灭世神火本源竟然没有一点的动静。元尊也是发现了这个问题，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疑惑之色。在他们陷入思考的片刻后，一旁的明九王那双深邃的目光中有着一道金芒一闪而过，像是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的大阵之眼被破坏后，灭世神火也彻底的变成了神火本源，被打回原形的东西怕是无法再一次的成为这大阵之眼了。听着明九王的这样解释，元尊的脸上也是露出一丝沉重之色。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想要重新凝聚封印神法大阵的力量，怕是难上加难了。如果无法催动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那恶魔肯定会想办法逃离，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二人的交谈也是被其他众神指强者听到，一听到无法封印恶魔，更是让他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什么？连神界大传奇这样的人物，竟然都无法重新将那恶魔封印神法大阵之中，那该怎么办啊？此时也有不少人开始议论担忧了起来，这恶魔的力量实在太过恐怖了，简直就是一尊毁灭之神。如此可怕的存在，要是真的让他逃离了无量神渊中，这对他们以至于整个无量神界的生灵，甚至第一等级世界的万物神灵，都是一个极其悲惨的局面。萧炎见状也是一脸无奈之色，连一位元尊这样的神界大传奇人物都没有办法解决，他更是不太可能了。就在众人都觉得这事情不好解决的时候，明九王一拍自己的脑袋，然后对着下方的暗黑世界望去，说道：办法也不是没有啊，明九兄有什么办法？听见明九王这般话，元尊的目光也是灼然了起来，只要有一丝机会，他都不会放过。明九王的目光也是射出一道金芒道：除非有一个可以代替神火本源之物，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重新启动封印神法大阵之力。被打回本源的神火想要重新成为大阵之眼，似乎不太可能了，这也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代替神火之物吗？元尊呢喃一声，然后便是开始想着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灭世神火这等神物。对了，想要代替灭世神火之物，必须是前3的神器或者是绝世神器才行，不然的话，其他排名的神器怕是无法代替成为大阵之眼。明九王再次的补充说道。闻言，元尊也开始想了想，自己在第一等级世界中所获得的宝物，前3的神器倒是没有，那绝世神器嘛，又是自己的一道秘密武器，一般的情况下也不会拿出来对敌，毕竟在整个第一等级世界中，能够是这位神界大传奇的对手几乎是屈指可数，所以就连这一次面对大地之手时，也未曾动用之前在神藏中所获得的那道秘密武器。绝世神器这等宝物，就算是放眼第一等级世界中，都是极其的罕见，唯有那些超神巅峰势力以及神指联盟中的那些高层之人，方才拥有绝世神器。毕竟绝世神器乃是神器之上的强大之物，绝世神器的力量直接可以是弥补天位神之间的实力差距的，其绝世之威更不用多说，只要施展就能够定胜负。不过如今这恶魔如果不封印进去的话，那么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到时候一旦灭神府的这些魔物将其他的大地身躯解封，届时这个恶魔彻底的复苏完整的身躯，那这大咒9界都会陷入毁灭的边缘，所以这样的事情元尊是绝不允许的。就算是自己的那个秘密武器，元尊也不会有丝毫的吝啬。当即刚想拿出来替代灭世神火，成为大阵之眼时，萧炎的声音便是在这时传了出来：元尊前辈，明九王前辈，我倒是知晓有最佳之物可选。闻言，他们2人都是微微一惊，就连在场的一些神指强者也同意露出诧异之色。要知道，能给代替灭世神火之物成为大阵之眼，至少都要神器前3或者是绝世神器这等宝物，对方能给在这种时候说出这样的话，难道是他身上有前3神器的宝物不成？萧炎的目光看着那些像自己投射一样的目光时，也不卖关子，直接道出了他所说的最佳之物可选：绝世神器极雷神锤。这几个字一出，直接是让的虚空上的那几位拳魔都是眼神一变，心想着这小子竟然在这个时候说出绝世神器。之前30拳魔确实在这无量神渊中夺得了一道绝世神器极雷神锤，所以此物就在他的身上。此刻萧炎的目光则是看向了上空那30拳魔的身上，似是在告诉元尊他们，那道绝世神器就在30拳魔的身上。元尊和明九王2人的视线也是顺着萧炎的目光对着30拳魔所在的方位投射而去，被2位主神的那道可怕眼神锁定过来后，30拳魔也是不敢多说一句话，毕竟他的实力只是7重天位神而已，在主神的面前，天位神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眼神就能够将其抹杀掉的事情。元尊也是不再与对方废话，直接沉声道：你是要自己交出来，还是我亲自取？一股无形可怕的压迫感对着30拳魔笼罩而来，使得对方根本无法行动。可以从30拳魔那惊惧的目光中看出，自己根本没有一点能力可以与之对抗。30，把绝世神器交给他，不然的话，你马上就要被杀死了。就在30拳魔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大龄拳魔的声音咆哮出声，因为他很明白元尊的实力，能够连融合了魔母种子的大地之手都被击出伤势的大道神力。他们这些只是天位神的实力，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面。听得大龄拳魔的话，三龄拳魔将之前所获得而来的绝世神器直接丢给了元尊，看着那急速而来又散发出绝世能量波动的极雷神锤，运转大道神力凝聚一道巨大的金色之手，然后将其抓在了手中。看着灭神符此时如此的干脆，又是让的萧炎感到有些不解。本以为萧炎这样说，对方会因为是绝世神器，不可能会给元尊他们，借此这些拳魔必定会死在元尊之手。结果对方确实直接干脆到给出了绝世神器，这让萧炎愈发觉得这几位拳魔的做法实在是有些易如反常。在元尊接住极雷神锤的瞬间，可以清晰的看到那极雷神锤表面上有着无数道密密麻麻的雷电不断的炸响着，而且那绝世之威更是达到了无比恐怖的程度上，就连元尊都不敢小觑这上面的力量。